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呢，咱们画一幅雪景的这个山水。因为咱们以前讲了这个，这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啊。有时候这个意境呢，它从用笔、用线、用墨各方面都能够表达这个画家的这个心声。当然，在这个意象当中呢，空白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能够引导人民去想象，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比如说，中国画的留白可能是天空，可能是云雾，也可能是河流、水啊，也可能是雪啊。中国画的雪并不是用白画出来的，而是流出来的，它是利用了纸的白流出的雪。所以说呢，咱们今天画个雪景，用纸流出这个白雪来啊。最后呢，甩这个雪的雪花，咱们用到白啊，用到白。那这幅画呢，主要用墨，用色呢要用到赭石、花青啊，还有呢这个白这几种颜色。咱们开始在勾勒这个山石的时候呢，和树木的时候呢，要用墨干一点啊，不要用特别湿的墨来画。咱们首先蘸这个重一点的墨，咱们把这个树画一画。那冬天的树呢，那跟咱们平常画的这个树呢就不太一样了啊。咱们画以叶子为主的树呢，咱们一般的就不出那个小细枝了。可是咱们画冬天的树呢，树叶都落了，即使留点树叶也是寥寥无几。所以说这个树枝呢，一定要画出来啊，一定要画出来。那这个留白是靠这个墨的深来对比出来的。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一步呢，就是用树枝的黑来衬托白雪。当然一开始这树枝因为它比较少啊，是空出那个白雪还不明显。等到画到最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这个树枝的重墨是非常重要啊。首先在这个纸的这个下边，咱们画一组这个灌木。画这个线的时候一定要留得住啊，留得住。留得住呢，咱们不是讲过这个用线要如无漏痕嘛，啊，也就是说咱们在画的时候啊，不要把这个线画的那么平滑啊，不要画的那么尖。你看画的时候呢，还要颤颤巍巍的顿挫，使得这个枝子呢，它是有这个变化的，比较苍劲啊，组织枝子的这种疏密效果。该密的就得密，是吧？
因为它要衬托整个这个雪景，那咱们这个树枝呢，应该是稍微的让它干重啊，就是焦墨了啊，这种效果。咱们遇到这个线，特别是遇到十字交叉这样的线，咱们就要给它控一控，闪到后边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我要再出这支，遇到这儿的时候，哎，控一下，啊，控一下，它就跑后边去了啊。古人讲，这个画这种，或者是村，或者是沟，要乱而不乱，密不通风，疏可走马。实际上就是画出那种自然的效果啊。断线实际上也是一种意，笔断意连啊，笔断意连。要让人有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，不要把什么都画得那么清楚啊。如果要是什么都清楚的话，没有想象，那这画呢就没有味道，没有让人去喝茶、欣赏这画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想象的空间了啊。其实我画的这个石头啊，也是一种衬托啊。这个石头在这个雪地还没有上面盖上雪的时候啊，它是很重的。等到盖上雪以后呢，它上面就比较白啊。整个这一片它是一个坡啊，雪地的这个坡啊，这个坡呢有一些个凹凸的这些小石块，这小石块呢，你要断断续续的给它画出来，这里边就是雪的存在了啊。留白要有想象的话，你必须得用这黑去引导啊，引导人民去想象这是雪，引导人民去想象这是雾，这是云，这是水啊。这会儿用到侧锋了，是吧？
这种断线的这种枝啊，你看它有那种白雪在上覆盖的那种效果啊。也不见得说画这雪景啊，像真的雪景那样，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就完全可以了。如果追求真的话，还是不是中国画要表达的那种东西啊。你看既白当黑，这个白实际上就是有东西的，啊，既白当黑，当什么呢？当的就是实物，啊，它就实实在在表现出来了。它表现出来了，是由于旁边的这些个黑，它表现出来的。所以说这种白呢，是画家引导人们去想象、引导出来的，啊。这儿画小房子啊，你们看画小房子呢，也是颤颤巍巍的这个用笔。最后为了反映出这个白雪，小房子要染一下啊。这组小房子呀，就画这么多啊。另外旁边再有小房子，就跑画面外边去了，就不管它了啊。画这种干一点的墨，它就有一个好处，有飞白啊。这个飞白特别适合画雪景啊。这个树枝的疏密在雪景当中也是非常好看的啊。前面的景呢，基本上啊，
就是这么一个构成啊。然后画后边的这个景，勾山石，连沟在村。这个沟和村的同时呢，你要注意它的疏密啊。你要画画呢，有时候它在沟和村的时候都有目的性的。我开始画这树、画这山石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为了表示这个雪景，把这个白衬托出来。那我现在我在勾山石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注意把那种疏密的那种形式美的那种东西要表达出来。擦的效果啊。那这个山的山坳呢，也是应该有树的啊，但是那个树跟这个树又不太一样了，因为它远了，要概括。为了表示这个山的雪那么白，咱们远处这个树呢，可以给它画那种松树啊，那种非常概括的、浓重的这种松树。